春季的时候就天亮前吧，就是6点左右吧。夏季的时候应该是4、5点就出了。浪不是很大啊，我们可以抓螃蟹，还有抓那些墨鱼了啊。清晨，挠州岛上最年轻的跑海父子兵已身在海上。清明节将至，父子俩今天的目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生物。今天的目标是虎斑乌贼，有难度了，因为我们那个湛江的拜祭祖先啊，要那个虎斑和乌贼，清明前就多一点，过了之后就很缺了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，比打工好得多了。好了。今年27岁的小黑是岛上的第5代渔民。和父亲的埋头苦干相比，小黑的跑海方式更着重于分享，分享战利品，分享美图美景，分享收获心得。马上开啦，第2包网啊！我希望那个墨鱼满载而归，还有那个螃蟹啊，越多越好。上货了啊！上了一个3点蟹。哎，哈哈哈！慢点，帮忙那个，可以吧？哈哈，哎，运气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有收获了，有了4只了啊！哼哼，还算不错吧，捞了几只，差不多照这种价格也有几百块在里面，还算运气好。小黑捕捞到的墨鱼，学名叫虎斑乌贼，洞部呈盾形，洞背具有虎斑纹，口腔藏在头顶上，口的周围有8条腕，还有2条长长的触腕。大的虎斑乌贼有将近10斤，遇到敌人时会喷射墨汁，趁浑浊污水而伺机逃离。在湛江，墨鱼是清明祭拜的必需品，用原汁墨鱼祭拜祖先，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肚装墨水，学业有成。墨鱼下锅前，最考验厨师的刀工，小心翼翼是防止墨囊破裂，把墨囊完整取出，清除内脏，撕去表皮，去掉背骨，准备下锅。在老广的食谱里，墨鱼的吃法五花八门。墨鱼切花后白灼蘸芥末，热油猛火爆炒墨鱼片，原汁墨鱼下锅卤水，都是老广最为家常的做法。近年来，粤菜大厨物尽其用，将墨鱼汁融入粤菜，创作出吸引眼球的黑暗料理——墨汁豆腐、墨汁炒饭、墨汁烩墨鱼片等。今天的收获很不错，采集的新鲜海产，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的，这么大个你要打烂掉就可惜了。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，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，就整一锅都会臭了。这个就亮了，这种是价格最高的，颜色又黄，肉质又比较饱满，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。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，将军帽底部朝上放在盘子里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，隔水蒸3至4分钟。当肉与壳刚刚分离，也是口感最佳之时。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，浓浓的蒜味儿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。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，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，3、5片姜用以去腥。水开之后，再煮2分半钟，狗爪螺即可起锅。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，叶志成却能轻松应对。我们吃狗爪螺最好是拿起来从这个地方咬进去，把里面的汁先吸了，里面的汁是最鲜美的，然后再吃它这个肉。一天的辛苦让叶志成消除疲劳的方式，莫过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劳动的果实。孩子们的赞美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
海洋秘境中的狗爪螺和将军帽，柔韧鲜美的鱿鱼，便宜又实惠，往往是家庭聚餐海鲜类的首选。鱿鱼去其内脏，切花刀，斩小块，蒜姜拍碎，用油爆香，下鱿鱼，爆炒2分钟起锅。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立刻成为餐桌主角。鱿鱼鲜美，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，不是艰辛2字就能概括的。河虾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儿，置虾于蒸笼，5分钟左右出锅。西江河虾个头比普通河虾稍大，味道混合了鲜与甜。粗好点儿，可壳与肉一起嚼，也可细细的剥壳踹食其肉。河虾常见，河鲜中的一种大块头动物却越来越少。中秋过后的太阳悄悄地变得柔和，转眼已是凉风习习。此时的羚羊峡青山绿水，山明水秀。杨文宇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收虾，不經意間就發現了寶貝。哇！我就犀利咯！哦，喂，咁大隻個河蚌，第一次見。現在細個河嘅河蚌越來越少啦，能夠整到個感覺，都等於寶噶啦，係啦。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、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砾中，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。每年的7月至9月，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，变得更易捕捉。河蚌营养价值很高，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，必須要仔細的處理。嗰啲肉咧，裙邊啊，同埋啲瑤柱可以食，個腮咧就唔可以食嘅。個裙邊咧係最爽嘅，啲肉疏疏食，咁個瑤柱就比較鮮甜咯。睇嗰個圈啊，就知道佢有幾多年。咁一大圈咧就係1年，最低都超7年啦。一般有6、7年先係最靚，好似嗰隻咁就有6、7年，啲肉質都比較係嘛堅實啦。河蚌的吃法有很多，蒸河蚌相对简单，蚌肉洗干净切小块，放酒分水之后，加入姜蓉蒜末及调料，提味去腥，再来一些紫苏叶，拌匀腌制10分钟，直接用蚌壳盛放，蒸15分钟便可食用。蚌肉及裙边富有嚼劲，瑶柱自带甜味儿，其鲜不输海货。河蚌浸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。蚌肉分水之后，下油爆炒至干身，加入配料煮开5、6分钟后放鸡块，滋补养生的河蚌浸鸡大功告成。馥郁的浓香味袭来，让人不知今夕何夕。蚌肉弹牙，硬度刚刚好，鸡肉鲜甜脆嫩爽口。一夜的辛苦，最好的犒劳自己的方式，便是以新鲜海产入馔。入锅煮3分钟，就着姜末蘸料，更增添鱿鱼的鲜甜。同样是鱿鱼，汕尾人的喜好却不一样。陈喜平本在深圳工作，后来辞职回家，包租渔船做海味干货买卖，卖得最好的便是鱿鱼干。这个鱿鱼去掉8、9成的水分呢，就刚刚好。这个鲜度呢也刚刚好，吃起来这个口感也是刚刚好。早期时，海边渔民捕捞到的渔获一下子吃不完，只能晒干或者腌制成干品，利于保存。这种传统沿用至今。刚捞上来，趁着这个鱿鱼的清香，把它杀了，然后去掉内脏，到时候晒起来就鲜甜。9月初的太阳，减了几分夏日的暴力，增了几分秋天的柔和。码头边房前的空地上，家家户户忙着晒干货，
陈喜平船上晾干的鱿鱼，也在这里沐浴着初秋的阳光。鱿鱼晾干水以后，来到工厂这边晒太阳，一般要晒2-3个小时。这个鱿鱼啊，外面晒到50%的时候就要拿进来了，因为觉得外面暴晒的话温度太高，会把它晒焦，它的水分就出不来，转移到这个室内，加点温度，让它自然的风干。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，除去了大量的水分，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，从而也更加鲜美。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。一个小碟倒入酒精，开始烤制鱿鱼。机上火焰旺盛，杯中茶水清香。3-5好友热络，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，各种滋味令人难忘。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，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。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，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，倒入鱿鱼炒匀，焖煮2分钟。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，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，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。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担汤，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，放入豆腐和瘦肉，鸡蛋锅内拌匀，再加入珍珠菜，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。不同的肉类一起煮，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，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。这道汤虽然简单，但是色香味俱全。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，善为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，